F-16惨遭抛弃，阵风真的更强吗？除了炮火连天的俄乌战场，爱琴海的天空也即将蔓延战争的硝烟。土耳其和希腊这两个死对头一直都是看对方不顺眼，秉承着能动手就不抄抄的原则，双方在一个比一个硬气。不过中间毕竟隔着一个爱琴海，地面部队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空中力量的比拼就成了两国军备竞赛的重点。之前还有希腊的幻影2000和土耳其的 F-16进行空中格斗，就差发射导弹来一场真男人的斗争了。在空军实力这方面，希腊一直是在装备性能上保持优势。考虑到双方都是使用 F-16的大户，希腊在2018年就打算偷偷的升级自家的战机，将 F-16C 型战斗机升级至 Block 70批次标准。土耳其的空中力量则是在规模和结构上占优势，除了数量更多的 F-16，土耳其还有更先进的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只是在小规模的冲突中，谁的战机更先进才是重点。眼看希腊的空军实力越来越强，土耳其忍不住了，也计划采购 F-16 Block 70，顺带升级自家老旧的 F-16。只是这个时候的土耳其在美国眼里那就是两面三刀，毕竟买了俄罗斯的 S-400，已经失去了购买 F-35的资格，想购买最新版的 F-16也一直被卡着。等到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土耳其总算是等来了机会，表示我可以同意，但是美国要卖给我最新版的 F-16。美国此时也消了气，表示可以接受。结果在这个关键时刻，土耳其又跑到法国旁边说起了悄悄话，表示想购买阵风战斗机。好家伙，论变脸还是要看土耳其。问题来了，为啥土耳其要抛弃 F-16？阵风真的更强吗？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谁才是4代机的老大。咱们公平起见，真男人1v1。现代空战讲究的就是一个先敌发现，空战的基本法则就是观察、判断、攻击、脱离，也就是通过雷达、红外等传感器感知敌方战机的位置，并解读成火控数据对敌人发起攻击，然后迅速甩开敌方。另一点就是现代的空战大部分都是超视距作战，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速度、高度以及相对飞行角度等变量的调整，快速脱离敌军传感器的感知范围，或者让敌方战机始终处于己方传感器的监测中。在之前的北约军演中，法国的阵风在近距离也能观测到美军的 F-22，而 F-22凭借着其强大的持续机动能力，始终处于阵风战斗机上雷达等各种传感器的探测边缘，根本没法锁定。更别说发射空导弹了。美国的 E-3C 预警机捕捉到的画面也跟这差不多，所以想要比较哪一种战机更强，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雷达隐身性能、空导弹以及机动性。不过 F-16各位都知道，属于美军轻型战斗机计划的产物，最初的目的只是 F-15的低配版本，所以早期的 F-16探测能力很弱，甚至说都没有超视距作战的能力。阵风也类似，法国搞了好几年才形成战力，而且早期还极为失败。参加韩国和新加坡的战机采购竞标输给了美国的 F-15，在参加摩洛哥和阿联酋的竞标时输给了 F-16，又在科威特输给了超级大黄蜂，在巴西输给了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在沙特和阿曼输给了台风战机。所以要比我们就比最新版，老旧的没啥意思。F-16目前最新款的应该就是 F-16V 了，而阵风的则是 F-4，不过肯定不会卖。说到底，土耳其能买的还是阵风 F-3R。火力军就拿这两种来做一下比较。首先就是雷达，在战场上谁的雷达更先进，谁就掌握着主动权。但要注意的是， F-16虽然是最新款，但是性能并不是 F-16版本中最强的那一个。出售版本的 F-16V 整体性能其实跟 F-16C 的 Block 70差不多，整体性能还是没有卖给中东国家的 F-16E 强，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战机已经很不错了。在 F-16V 上，美国已经集成来自 F-22和 F-35的技术，包括有源电子 APG-83 相控阵雷达，为 F-16提供第5代战斗机雷达能力，可以同时跟踪20个目标，并对其中的6个目标发动攻击。这种雷达在对地探测时，最大距离可达296公里，只是对空探测性能就一般了，探测距离仅有120公里。至于其他的电子战、通信、导航设备的性能也就一般般，并不是美国最先进的技术。而阵风则不一样，它的雷达告警接收机和有源干扰发射机很强，
3部雷达告警接收机，前面有2部，后面有1部，实现了360度的全方位覆盖，其探测距离可达370公里，仅次于 F-22AL-R94 接收机的460公里。只要 F-16打开雷达，阵风的雷达告警接收机就能检测到它的信号，还可以发出导弹接近警告，并发出诱饵信号。而且阵风有源相控阵雷达对于没有隐身性能的战机，检测距离超过200公里，并且配备了红外线探测器，不需要打开雷达，80公里外可以锁定目标，在单挑的时候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为了保证空战的优势，阵风还配备了电子战系统，可以干扰或反干扰敌人的雷达信号。就比如在叙利亚战争中，阵风长途跋涉，单枪匹马去踢馆。叙利亚有完整防空系统的，但是阵风内置的电子战系统直接瘫痪了利比亚防空系统。最主要的是阵风的隐身性能更好。F-16V 虽然也说有隐身涂层，但是火力军估计性能不会好很多。阵风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隐身性能，加入了不少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及红外线的设计，使主翼及压翼的后缘呈锯齿状，在座舱舱盖上镀上导电层等。虽然在总体性能上不及5代机，但在第4代战机和4代半战机中，阵风在雷达回波和雷达截面面积的减小上都是佼佼者。不过 F-16V 的隐身涂层即使再差，阵风的雷达对无隐身战机的 buff 效果会减弱，所以在雷达方面，火力军的意思是64开，阵风6。其次就是空导弹，阵风的挂载点有14个，载荷也超过了 9.5 吨，可挂载云母、魔术、流星、米卡等空导弹。对地攻击则是有风暴之影、阿帕奇等对地导弹。在执行对海攻击任务时，还可以挂载飞鱼反舰导弹。F-16V 的挂载点有11个，可以挂载的武器也不少。在夺取制空权的作战中， F-16V 可发射多个型号的空导弹，包括 AIM-9 响尾蛇、魔术 AIM-120， 甚至还有一种体型只有 AIM-120 一半大小的小型先进能力导弹。格斗就用 AIM-9 响尾蛇，超视距作战就选择 AIM-120。如果要拼数量，那就选择 SACM。 所以在挂载的武器数量上，阵风占优势，但是总体性能上还是美国的较好，配置也相对完善。在格斗弹的性能上，响尾蛇就是老大，各位没意见吧？唯一有分歧的或许就是中距空导弹了。流星雨 AIM-120， 流星空导弹射程超过120公里，装备了主动相控阵雷达和冲压式发动机，号称是目前最先进的空导弹。流星的冲压发动机引擎使其能够将动力飞行到撞击点，这与早期的依靠火箭发动机的空导弹不同，后者只燃烧特定时间。冲压喷气发动机为流星提供了更高的无逃逸区，目标飞机无法利用机动性或速度逃避导弹打击的区域，算是一款比较奇怪的中程空导弹，适合远战，不适合近打。流星100公里的不可逃逸区要远高于美制 AIM-120 系列的50公里。不过 AIM-120D 增加了双脉冲发动机，射程增加到了160公里，也不能小觑。F-16V 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ALE-50 诱饵弹，在安装在 B-1B 战略轰炸机上面时，曾经成功的诱骗了10枚地空导弹。不过这种诱饵只是欺骗雷达制导的空导弹，要破解也很简单，只需要使用复合导引头就行，比如主动雷达加红外成像，刚好流星就有。所以在武器的总体性能上半斤八两。同时在机动性方面也是阵风更强，虽然经过全新升级的 F-16V 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推重比， 1.24 的空战推重比比阵风、台风、苏35等机型高，所以 F-16虽然说是多用途战机，但是骨子里其实还是空 U 型战斗机。而阵风可是打索出身，继承了三角翼和压翼，在气动布局上，阵风战机三角翼配合近距耦合压翼以及先天不稳定气动布局，以达到高机动性，又同时保持飞行稳定。二者配合可以在低速至超音速巡航增加升力，这提高了阵风在低速至穿音速时的机动性，也有利于超音速巡航，增加弹药、燃油携载量。而且阵风战机使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本身就比较轻，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空气重量较小，所以整体的推重比也不错。借用此前同时拥有 F-16和阵风战机的埃及的反馈，如果实施空袭，那出动1架阵风战机可以达到出动2到3架 F-16战机的效果。
还有空战，由于阵风战机不仅是双发，而且还采用了可提高机动能力的压抑设计，因此其缠斗能力也相对较强。M88 发动机的推力一般，但也没有外界媒体说的那么不堪。除了在设计上减少了红外特征外，新改进型号还具有推力矢量功能，所以战斗时阵风偏优。如果是超视距作战，阵风可以凭借更小的雷达散射截面以及机头装备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阵风一定可以先发现并锁定 F-16， 然后率先开火发射流星空导弹。但是 F-16 也不是吃干饭的，雷达性能再怎么说也是接近5代机的水平。当阵风发起攻击时， F-16 肯定已经发现并做好了应对。在释放出 ALE-50诱饵之后，也向阵风发射 AM-120。当然，主动雷达加红外成像这种先进空导弹必有的性能，流星自然也有，而且凭借着配备的冲压发动机，不可逃逸区更大，击中 F-16 的概率更高。虽然 F-16 发动机带来的推力使其机动性不错，但逃出雷达探测范围的可能性很低。AM-120追阵风也是相似的场景。但是阵风配备了电子干扰能力，主动制导的导弹会被干扰，加上自身压抑带来的机动性，火力军估计躲掉 AM-120攻击的可能性要比 F-16 更高，而且阵风的挂载点更多，火力要比 F-16 更猛。一枚导弹打不中，那就上2个，甚至是8个。一切的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导弹数量多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这点放在 F-16 上也是一样的。阵风虽然机动性更强，但也顶不住7-8枚导弹的攻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F-16 与阵风超视距作战，阵风赢面是大了一点，那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双方谁胜谁负的关键在于飞行员的水平，驾驶 F-16 的飞行员水平差一点，那就可以说再见了，好一点还能拼个有来有回。如果比阵风的驾驶员更强，那么打败阵风也不是没有机会，只是这方面火力军估计 F-16 是占据优势的。毕竟 F-16 身经百战，在什么场景下该做什么事儿 F-16 门儿清，但是阵风或许做不到更为关键的判断，所以在超视距作战初期，二者的战损比或许会持平，但是等到阵风获取到一定的数据之后，战损比就会被拉开，阵风会更强。空中狗斗就更简单了 ，F-16 与阵风近距离缠斗一定是阵风强。虽然 F-16 有更优异的转弯半径，但是面对着有双发引擎的阵风，单发的 F-16 自然是个吃亏。而且凭借着压抑和气动布局，狗斗就是阵风的天然优势。其战斗系统也是欧洲最好的。英国之前打算拿罗罗的发动机换法国战机的系统，结果都被法国拒绝了。所以总体来说，确实是 F-16 比阵风要弱一点。F-16V 战机的看点主要就是 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ALE-50拖曳诱饵。当然，这里说的是土耳其的 F-16，并不是美国的 F-16。F-16V 战斗机所安装的航电系统也触摸到4代半战斗机的水准，只不过各型设备的性能并非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比如说，在 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上面有 APG-77、APG-79、APG-80、APG-81，而 ALE-50拖拽诱饵也是2000年以前的产品，最新的产品是 ALE-55。所以土耳其抛弃 F-16跑到法国那儿买阵风也是可以接受，毕竟站在土耳其的角度上，确实急需一款可以与希腊阵风战机相抗衡的装备。如果不能 F-16以及升级现有的战斗机，理论上也是一种无路可走的状态，继续引入 F-35隐身战机明显已经没戏，选择俄制先进战机，结果只会招来更加严厉的制裁和封锁。别说 F-16战机，恐怕现有的很多武器装备都会因为缺乏技术和零件而趴窝。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希腊升级战机所带来的威胁，只能买新战机。之前土耳其想升级 F-16，美国没同意，土耳其肯定是有了买其他战机的想法，就比如阵风。现在美国同意了，就该土耳其挑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是阵风要强一点，所以土耳其选择阵风，火力军觉得没啥问题。当然了，如果法国真的卖给土耳其阵风，按照土耳其跟希腊的矛盾来看，估计我们很快就能看到阵风对阵风，或者阵风 vs F-16，因为希腊也有阵风，之前向法国买了18架，虽然有12架是从法国空军转让的，但那也是阵风，毕竟不能拿二手机不当战机，而且里面还有6架新的。
土耳其要想胜过希腊，就只能在数量上取胜，比18架更多。土耳其原本的计划是花费大约50亿美元来升级自家的 F-16，再买点新的。但是如果买阵风，那就只能买25架，这也是阵风最大的缺点，太贵了，买1架阵风都能买2架 F-35了。值得一提的是，希腊还想买 F-35，万一哪天美国松口了，土耳其更是哭都没地方哭。F-35打阵风感觉就跟打儿子一样简单，就比如在之前的大西洋3x戟春季演习中，就出现过 F-35暴揍阵风的场景。大西洋3x戟春季演习是美英法3国最高规格的3方军演，把自家的装甲拿出来透透气，其中就有战机。F-35A 在对抗第4代飞机台风战斗机、阵风战斗机以及美国 F-15E， 对阵阵风战斗机18-0。当然了，不是说阵风战机差，只能说 F-35太强。打其他战机也是一样的，对阵台风战机19-1，对阵 F-15E 16-1。毕竟 F-35是网络中心战平台，在搜索空中目标方面显示出绝对的优势。它可以在大屏上实时显示战场态势和威胁类别和层级，然后电脑自动指挥飞行员按威胁程度自动完成打击，不像普通4代机要通过雷达信号判断目标位置，然后人工锁定目标，再决定用什么导弹攻击目标。整个过程费时费力，效果也差。而且 F-35的隐身性能也是一个原因，欧洲的双风战机无法探测到 F-35的位置，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在大多数的战斗中，双风战机还没找到 F-35就被击落了。只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美国不太可能卖给希腊 F-35。土耳其之前买了俄罗斯的 S-400步甲，但是在今年的俄乌战争里，土耳其站在了乌克兰兄弟这边。无人机算是不对称作战中最重要的装备了，所以土耳其就支援了 TB2 无人机，并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耀眼的战绩就是辅助海王星击沉莫斯科号。土耳其也算是沾了无人机的光，美国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好转。之前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时候，土耳其开出的条件就是升级 F-16和重新加入 F-35的小团伙，美国也同意了，只是 F-16好说，就是这 F-35啥时候卖给你不确定。另一方面，土耳其和希腊目前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原因就是实力相差不是很大。如果有一方的空军有了压倒性的优势，那就不好说了。出于安全考虑，火力军估计美国也不会卖给希腊 F-35， 土耳其这边也是最多升级 F-16。话又说回来了，在 F-16和阵风之间选择方面，土耳其如果觉得自己钱多，买阵风没啥问题，毕竟性能在那儿摆着，最强4代半可不是说说而已。如果囊中羞涩，最好还是升级 F-16， 一个是自家飞行员熟悉，另一个就是还有升级空间。等之后美军的技术再升级， F-16也能沾光。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土耳其会选择哪种战机？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各位在视频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